本期影片将介绍分享溶洞、峡谷、水瀑奇观，大家跟着我的镜头搭缆车、坐船、滑梯，一起上天入地探九乡吧。今天从昆明搭乘大巴到宜良九乡，车程大约90分钟。要进入九乡溶洞探秘，必须转换各种代步工具。首先穿过一座铁轨桥梁，准备搭乘索道缆车。麦田索道，每车可乘坐8人。远方就是我们刚刚走过的铁轨大桥。麦田河是九乡风景区的主要河流，因流经农田区域而得名。麦田索道可从空中俯瞰农田景观，一片绿油油的田园景致，配上蓝天白云，和即将进入的峡谷区域截然不同。缆车的终点站是麦田码头，马上要转搭第2种代步工具游船前往映翠峡谷。这边呢叫麦田河，看到前面风光，在上游的上到我们的下游全长为蓝色线，运行时间10分钟。麦田河的最长最长是成体工程走长的，这是人家开车的。正逢雨季，多日下雨，原本应该清澈碧绿的河水，因土石冲刷而变成黄河了。不过也托了雨量丰沛的福，才有幸得见气势磅礴的水流河。穿过瀑布后的水帘洞，还好步道距离够，不至于被水雾淋得一身湿。飞流直下，如玉带坠落，终于看到不是黄色的了。这里这个位置真的非常好啊！要前往溶洞，继续转搭第3种代步工具。映翠峡又称情人谷，长约1公里，位于九乡溶洞群入口处，以幽险奇秀著称。由喀斯特地貌中的地下河侵蚀石灰岩形成，两侧崖壁陡峭，植胚茂密，形成一线天般的幽深景观。峡谷泛舟，仿佛人在山水画中。
九乡以规模宏大、景观奇特的喀斯特溶洞群闻名，被誉为溶洞博物馆。共有4大核心洞穴，各具特色。下船后，沿着曲径通幽的步道前行，即将进入溶洞群的第一洞——雄狮厅。川洞是古岸河道在长期冲刷下侵蚀岩石形成的浅流式洞穴，后来因地壳隆起、河流改道，使得古河道悬于河岸的半腰，形成洞中洞的自然奇观。雄狮厅大约于2.5亿年前，由古地下河长期侵蚀坍塌形成。在进入大厅前，需先弯腰穿过低矮的石洞通道，观赏洞中的奇岩怪石。雄狮厅以其恢宏壮观的空间规模闻名，顶部岩层因重力坍塌形成巨大厅堂，被誉为世界第一地下大厅，无支柱支撑，完全依靠自然岩壁承重，展现喀斯特地貌的鬼斧神工。这里常年温度保持在16到18度C，冬暖夏凉。因为空间优势，还有雷射投影秀，也是游客在洞中的主要休息地。第二洞神女宫位于溶洞群的最高点，非常考验爬梯脚力，以玲珑剔透的钟乳石和石笋为主。密集的钙化沉积物在灯光下呈现五彩斑斓的效果，仿如神女宫殿，故而得名。历经2个溶洞上上下下之后，脚力不佳的可自费选择代步工具，溜滑梯下到第3洞。不过亲身体验后，时间短，费用高，除非真走不动了，否则并不推荐。滑梯终点抵达金魂峡，是进入第3洞卧龙洞必经的地下峡谷。站在攀虹桥上和看金魂峡的壮丽景色，体验大自然惊心动魄的刺激之美。边石坝是喀斯特地貌中的一种典型结构，由水流沉积碳酸钙形成的天然石坝，层层叠叠的钙化池因状似梯田，又被誉为神铁。卧龙洞因洞内蜿蜒曲折的河道和岩石轮廓似巨龙盘踞而得名。雌雄双瀑是溶洞罕见的双瀑布景观，水流从高处倾泻而下，声势浩大。卧龙洞一路向下，路面湿滑且风光无碍，行走期间要非常小心，避免滑倒。像我这样边走边拍，是错误示范哦。
走到较为平坦的地方即抵达瑜伽站，这里较为空旷开阔，可自备参加地心探险，或是休息片刻，再前往一路向上的第4洞蝙蝠洞。整个九乡景区动线规划是不走回头路的，所以要到出口，蝙蝠洞是必经之路。若是爬不了阶梯，上不去蝙蝠洞，可自备选择滑竿服务代步。我爬上蝙蝠洞也几乎气力电力耗尽，无暇再一路摄影分享给大家洞中奇景了。出了溶洞，就准备搭乘索道吊缆下山了。上天入地探九乡在最后一程索道中即将画下圆满句点，推荐给来到昆明的朋友们，值得多花1天的时间到此一游哦。此行参加1日游，认识了新朋友，给他不少云南旅游的建议呢。Hello， 我是深圳的，因为我在 YouTube 有做自己的频道，所以我都是录影。需要相关建议的朋友们，请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并留言咨询内容，我会一一回复哦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